指挥车，这里是 A 组，目标离开车辆，进入西大桥南侧引桥下方。指挥车收到，寻找最佳观察位置，继续监控目标。收到。收到。目标可能会跟上线联系，准备捕捉信号。明白。说，东西已经放好了，我的钱呢10分钟后到场，你赶紧开车走。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的？那你留在那儿，等警察来抓你吧。定位到了吗？通话时间太短，还在运算。找到了，在桥东的高速入口，只有3公里。通知市局。是。安科，省厅那边来了定位信息。C 组，这里是侦察车。C 组收到。定位显示目标在响水高速入口，距离交易地点只有3公里。明白，立即前往。收集证据，不要暴露。收到。过桥以后，第一个匝道转下去。好。您好，您的卡请收好，谢谢，再见。C 组，手机源信号一直原地没变，小心接近。明白。怎么了？后面有尾巴。安可，目标已经丢弃手机离开现场，应该朝你那去了。 B 组，你那边有动静吗？暂时没有。 A 组，送货人那边什么情况？送货人这夜来路返回，视野清晰。收到。我们这边没有看到买家出现，不排除刚才的停留只是个幌子，他们很有可能改变交易地点。A 组收到，有情况我随时汇报。指挥车，B 组呼叫。收到，请讲。情况不太对啊，已经过去10分钟了，买家距离接头地点只有3公里，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知道了，你先待命吧。明白。小杰，信号定位地点有没有道路监控？没有，整个路段只有2侧桥头有监控。从匝道进入主路，是不是只能从桥东往桥西行驶？没错。我知道了。今天行动结束以后，去找交管部门，
拷贝一下监控，做好筛查准备。明白。A 组呼叫指挥车，收到，请讲。目标已返回住处，沿途未做停留，没有可疑举动。收到，你待命吧。收到。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美加不会出现了。我通知他们收网。各小组注意，立刻回收货物，对送货人实行抓捕。安可，买家还没出现，确定要终止任务？执行命令。是。子轩，等市公安局那儿弄到桥头监控画面，你帮他们做下优算，删减过程。现在是早高峰，行动期间起码有好几千台车过了桥吧？应该用不着。信号定位离买家只有3公里，他接到电话之后上高速前往交易地点，高速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他再怎么耗，都不可能超过10分钟。懂了。还有，这10分钟之内，所有的车辆信息都要留档。明白。马上，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现在还想不到，我得去现场一趟。我陪你一起去。子轩，放好。好。婷婷，我想到一个细节。哦，说说看。买家选择在高速公路匝道口等刘宝强的消息，这个地方不能掉头。一旦上去的话，必须一直往前开，经过跨海大桥。你是说，他如果知道有风险，应该会选择一个更加灵活的地点等候通知，至少得给自己留一条备用的逃跑路线。对，所以对方根本就没有想到，刘宝强已经被我们监控。他之所以没有出现，只能说明有人提前向他示了警。市局的行动部署我看过了，没什么漏洞。这个报信的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交易地点已经实行了监控的？这栋楼的视野最好，应该就是这儿了。嫌疑人应该是男性。身高在1.8米以上，年龄在30到50之间，身体状况良好。你怎么知道？晴婷，你看那个监控器的安装位置，接近3米高，而且附近没有任何可以踩踏的地方。嫌疑人即便是使用了长柄的工具，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身高，才可以对其进行破坏。电梯的监控正常运行。嫌疑人应该是为了避开监控，才走的应急通道。这个地方离交易地点不到1公里的距离，
即便是嫌疑人携带了便携式望远镜，也不可能对其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携带了专业的高倍望远镜，并且爬了这么多层楼。像这样的强度，也只有身强力壮的男性可以做到。有道理。对方能够看出我们的部署，说明他经过大量的专业训练，所以应该年龄不会太轻。没错，人外有人，局中有局，我们还是太小看这次的对手了。现在看来，这个买家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还有这种专业人士在背后支援，恐怕我们要面对的是一整个犯罪组织。线索全都断了，看来一时半会儿你也回不了北京了。倾听，我申请并组。坦白从宽，我建议你先交代了。我交代什么我？你今天干嘛去了？跟谁接头？谁指使你去的？你的上线是谁？是打电话找的我，他先他给我了一笔钱，让我去指定的地方送东西，还提醒我别被人跟踪了。我全程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真不知道，我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跑腿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的表现跟陈菜相比太业余了，我觉着不像是在撒谎。安科，这种人不可能察觉到我们在跟踪吧？应该也不可能向买家示警。这次行动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安静，杜某，你们俩跟我走。这什么情况？来了，老总。一会儿要见的人对外严高保密，包括市局的其他同事。是。宋先生吗？我是宋明。宋局好。嗯，请听在里面等您。好。今天啊，哎，老宋啊，哎，你好啊，你好，你好，介绍一下啊，啊，我们省厅的副厅长秦峰同志。秦厅好，我是双清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安静。秦您好，我是双清国安局侦查科侦查员杜某。很好。马上，我是马上。大家好，我是贺子轩。你们好。别看他们俩年轻，都是总部派下来的。马上侦破过几起大案，可谓说是战功赫赫。贺子轩是信息高手，主要负责通讯工作。啊，提醒你们一下啊，他们俩的身份要严格保密，在市局内部也一样。明白。安静，需要我们市局配合的，你出面对接。是。好了，咱们坐下说吧。来，好，坐吧。出于身份和安全的需求，我把专案组的行动站设在了这里。船上有大功率的信号站，可以满足任何条件下的通讯需求。当然，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屏蔽附近的通讯信号。省厅跟港务局打了招呼，不会有人查找的。
我和子谦商量过了，游艇会不定期出海，避免长时间停泊，引起附近船主的注意。很好。那咱们进入主题吧。关于今天行动的情况，马上有一些重大的发现。我和秦听事后去了交易地点，发现下游大概1公里处有一个建筑群体。随后我们前去做了确认，发现有人远距离监控交易地点的证据。1公里的距离，对方应该携带了高倍望远镜。大楼的监控视频里有没有找到有相关特征的人？天台的监控被人为损坏，所以我分析，嫌疑人应该是直接进入地下停车场，然后利用应急通道避开监控，最后才从停车场离开。明白。对方能够迅速看破我们的安排，并通知买家撤离，说明对方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这样的人很有可能提前1天就进场观察，不会那么轻易暴露。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次有规模、有组织的犯罪，涉案人数之多，远超我们当初的预判。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后果不堪设想啊！你定的计划，你找的人，怎么会出现今天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来的？昨天。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太确定，可能是被下线卖了吧。他们抓你的时候，还真是倾巢出动。要不是搞这么大阵仗的话，我还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警察？不太像，像国安。那现在怎么办？你手里不是还有另外一张牌吗？任务继续啊。可是现在国安已经查到我身上了，我可能已经暴露了。哎，不会的。你凭什么说不会？你今天又没出现，而且之前的人根本牵扯不到你头上。我是爱钱，可是我不想把自己带进去。你要这张牌，我可以给你啊，你安排我离开中国。周烈，这行的规矩你不是不懂，收了定金就要把活干得漂亮。宋局，这个案子组织上决定由你来挑头。明白。案情有任何变化，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我再次提醒各位，这次行动必须成功，因为失败的代价我们根本承受不起。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目前这种平静只是一种假象，这恰恰说明我们将处于一个最危险的风暴当中。现在我宣布，暴风眼行动正式启动。是。Did you get it? No. I got tailed. We have run this for so long, it's been reviewed.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next? I have a plan B. It seems that the synthesis is still in progress. We still have time. It's your mission. It's all up to you. The synthesis data can be delayed, but you have to promise that you can get more material. Can you do that? I'm on it. Listen, our clients have to pay for that. You take good care of this. Understand? I got it. So, the situation now is fair? Yes. Safe or not? Not safe. But I can deal with it. Great. We'll wait for you. 我听秦婷说，你执行过几个特别重要的案子。这种机会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你对我也算知根知底了。
像我这种天赋异禀的人，到哪儿不都得受重用，对不对？其实啊，我一直觉得这工作太辛苦了，不太适合女生。但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这行？而且还是在最累、最危险的侦查科？当年我退学以后就进了警校，毕业后才干了这行。其他没什么可说的，反正一路走一路看就到了今天。我知道你是想问我当年。你知道吗？在我原来的设想里面，再次见到你的时候，应该是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去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可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非得找你刨根问底。我理解。换作是我，可能也会像你这样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的案件都非常的棘手，需要我们全力配合，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影响案件的侦破。我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很高兴能跟你配合执行任务。祝我们暴风眼行动马到成功。哎，对了，你们安科当科长几年了？4年多了，怎么了？这么厉害啊！我之前只见过男的当侦查科长。我们安科每年市局考核都是第1。这么优秀？哎，那他现在还单身吗？干嘛？你别多想啊，我就是帮马上八卦一下，看看这小子有没有机会死灰复燃。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你们安科跟马上是老相好了，在大学里谈过恋爱。当当当！哎，你怎么回来了？就知道你又在加班，先吃吧，吃完再忙。好香啊！平时没白疼你。这长安科技的资料要的这么急啊？早点入手，多做准备。哎呀，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太被动了。那吃完了，我帮你一起查吧。孝顺。占我便宜没够。静姐，跟你八卦点事儿呗。你说。你跟马上谈过恋爱啊？谁跟你说的？何子轩。我就随便一问，你要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唉，也没什么。大学的时候，我跟他是同学。那是出事之前。我的事情，整个侦查科只有你知道。哦，我知道，你放心。那你们俩现在什么情况啊？不是，我就是看他老冲你挤眉弄眼的，感觉好像……我们俩什么情况也没有，现在就是工作关系，你别再闯我的八卦了，行吗？可以，没问题。吃。婷婷，你可真准时，1分钟都不差。您选的这个地方也太偏僻了。哎，这风景好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了吗？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疑点。哦，这次研讨会是鼎华内部的会议，出于安全考虑，基本没做任何宣传。但是陈灿是直接奔着研讨会来的。景婷，您说有没有可能是鼎华内部的人泄露的消息？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先从鼎华内部的人开始排查。好，我会向市局调鼎华的内部资料。不用了，我已经做好了。请听。抱歉，我来晚了。你效率已经够高的了，调查的怎么样？由于时间有限，只调查了鼎华高层的资料。林小兰，女，42岁，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娘子。鼎华的2号人物苗焕阳。苗焕阳，男，63岁，他担任的职位呢是鼎华的常务副总裁，也是鼎华的创办人，资历比林小兰要老一些。那为什么他是副总？鼎华10几年来经过数十轮的并购，这是资产平衡的结果。虽然他是常务副总裁，但权力一点也不比总裁小。不过我在调查苗焕阳的时候，查出了一些连带疑点，我稍后再说。鼎华呢有10几个副总，其中最有实权的一个叫庞一山。庞一山今年51岁，他负责的部门呢是科技研发部门，跟我对接监察的人也是他。周围的人对庞一山这个人的评价还是比较统一的，说他这个人官僚气息很重，说话一套一套的，做事比较古板。像他这种做派，能混到鼎华这样的位置，能力和手段肯定都不简单。我认为也是。我还调查了鼎华其他副总的资料，如果需要的话，我回头给你。好。鼎华的中层部门呢？关于中层干部，我们稍后再慢慢分析。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苗焕阳身上的连带疑点。苗焕阳的女儿苗飞在鼎华的职位是行政中心主管。苗飞这个人，他有一个未婚夫，这个未婚夫呢叫做贾长安。贾长安名下有一家公司叫做长安科技。据我的调查，长安科技跟鼎华有项目上的重叠，并且长安科技每一年都能从鼎华分到大量 DS 矿石的配额，这就是我的疑点。但是只是我的直觉。关于 DS 矿石配额是否属实，之后还要收集证据，继续调查。你想调查长安科技？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必须要主动寻找突破口。我不太赞成，因为我们查的是技术欠密，核心技术在鼎华，而不在长安科技。贾长安和苗焕阳可能确实有问题，但别说贾长安是苗焕阳的准女婿，就算是他亲儿子，苗焕阳也不可能把核心技术透露给他。所有公司应该都有相关机制避免这种问题。那你想怎么入手调查？青天，我想进入鼎华内部。你的意思是暗中调查？对，对方已经知道国安的存在，所以会更加小心。可是我的方案跟你并不冲突。但是专案专办，咬死核心技术就行了。况且现在局势还不明朗，我们的每一步都要走得更加谨慎一些。我认为，任何细节安排不到位，就有可能出现纰漏。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但是调查长安科技很可能是在走弯路，而且好了，你们陪我走走吧。我要回省厅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左胳膊有些问题，受过伤，是枪伤，肩胛骨都打碎了，现在只能抬到这个位置。不过，要不是这一枪，我恐怕早成为烈士了。自己人打的？聪明。那次我们2个人被派去做潜伏侦查，刚开始工作特别顺利。根据我们的情报，很快就理清了这个团伙背后的网络。节奏出了问题。对，就是因为进展太快，对方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我们2个都遭到怀疑。要是这么下去，别说完成任务，连命恐怕都保不住。但是按照规定，这个时候应该撤出来吧？那时候年轻嘛，好胜心强，跟了这么久的案子，舍不得让他功亏一篑。后来有一天，我就假装走投无路，挟持了那个团伙的老大。然后他就开枪打伤了您，获取了信任，之后争取亲手处理掉您，再找机会把您放走，是吗？你们看过那个任务的报告？哦，幸亏当年的对手不是你们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做这一个决定之前，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商量，全靠的是默契和信任。当时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他的枪法，他可是瞄着靶子，能打到自己脚尖的主。当年没把我打死，估计他是瞄着我的脑袋。那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份比您更好隐藏吧？
对，我那时基本也失去了继续潜伏的可能。您说起这个枪法，不会是宋局吧？这个人？哈，这个是谁并不重要。我说的意思，我想你们俩都应该清楚。现在时代变了，真枪实弹的威胁少了，软刀的要人命的情况越来越多。就拿这个行动来说，如果鼎华的技术丢了，你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不会直接见血，但是会丢失国家战略的主动性。说得对，其实这个比生命还重要啊！倾听，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会通力合作，保证暴风眼任务胜利完成。我相信你们两个，但是接下来就看怎么合作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基础是要建立信任。建立信任的基础，先是要放下自我。这个啊，跟谈恋爱差不多。你们两个有基础，是吧？好了，我走了。我们的事儿，你跟秦丁说了？啊？没说啊。我只跟他说了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真没说啊。苗总，这个合同需要您签一下。法务看过吗？上一班他已经看过了。好，那我先拿给法务看啊，等重新确认了再给您。苗总好，这边请。这边请。谢谢。苗大小姐这是又来照顾我的生意了。必须的。那菲菲今天还是老样子，就你最懂我，给你安排。怎么大中午的背个包啊？我正想问你呢。你下午有时间吗？怎么了？如果方便的话，陪我一起去试婚纱吧。婚纱？你跟长安这么快就定了？是啊，婚期都定了。那恭喜你了。我接个电话啊。好。是长安。长安。菲菲啊，我现在往那边去了，你好了吗？我吃口饭就过去。好，那咱们待会儿见，不着急啊。一会儿见吧，爱你。但是菲菲，我下午约了客户谈生意，可能陪你去不了了。这样好不好？你到时候拍照片给我，我帮你选。哎，那好吧。对不起嘛。你到底想干什么？半个小时内老地方见。今天不行。怎么不行啊？怎么，要陪菲菲去试婚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想你了呗。哎，
你猜我想干什么啊？别太过分了啊。这么快就到了？啊，那个，公司临时有个会，融资的，推不掉，我现在得赶紧回去呢。啊，那怎么办啊？那家店真的很难约时间的。那要不这样，你先过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的话就直接赶过去，你看行吗？行吧。你到底想干什么？站这么远怎么说话？把照片删了。我们不是讲好了吗？互不影响的。这也就是你自己骗自己的话。我跟她是闺蜜，你周旋在我俩之间，想齐人之福，还想互不影响。好，那你说，那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别着急嘛，我找你是有正事要谈。对，多吃点啊。怎么了这是？别提了，今天姐在婚纱店。我在想工作的事。工作怎么了？我想把杨迅换掉。为什么？咱们跟后勤供应商的合同不是重谈了吗？嗯。今天新合同刚下来，杨迅还没给法务看过，就直接拿来让我签字。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杨迅可是庞一山的人，不好换吧？可我觉得这种事情看起来是他大意，其实另有目的。是这样，你的顾虑也有道理。换杨迅的事，咱们从长计议。但我觉得，首先还是得平衡好庞一山那边。爸，那庞一山不是成天拍你马屁吗？他有什么可怕的？你又没在公司工作，你知道啥？行，那就都听您的吧。你好，侯总啊，是我。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像只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遇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万个和你一样的池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使命，不惧风雨勇敢前行。你说这辈子最平凡的就是可以日夜捍卫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不忘初心，燃烧热血勇敢前行。一生不悔，哪怕一生无名。